可以用原生的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 IP 免翻墙上网的资费非常便宜，可以选无限流量的日卡、月卡，不挑手机，无论是国产安卓、苹果还是海外的手机都是可以正常使用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款免翻墙的流量卡。这款流量卡的主要优势有3点。首先，这款流量卡可以用原生的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 IP 免翻墙上网。其次，这张流量卡的资费非常便宜，可以选无限流量的日卡、月卡，300兆的满速流量，超过之后最高速度是 128K， 也可以选流量套餐，1G 流量只要48人民币。如果选香港的 IP， 流量就更加便宜了，1G 只需要20多人民币。另外，这张卡没有有效期，即使卡片停用了，只要再次购买套餐就可以重新使用，没有强制性的月租。此外，这款流量卡还可以提供接收短信的功能，也有相应的短信套餐可以选择，可以用来注册 Facebook 和 TikTok 等服务。这张卡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挑手机，无论是国产安卓、苹果还是海外的手机都是可以正常使用。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就是 Dash SIM 卡。Dash SIM 是位于荷兰的一家移动通讯服务商，是一家主要做物联网设备和旅行数据卡的公司。Dash 的合作伙伴包含了全球各地主要的电信运营商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全球各地使用这张 SIM 卡。接下来的视频就和大家演示一下 Dash SIM 流量卡如何购买套餐，如何设置免翻墙上网，如何更换上网 IP。 我们拿到卡的第一步是先去 APP 购买套餐，卡本身没有任何的月租，也不需要激活，购买套餐后就可以正常使用。我们打开 APP 是长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我们先点击下面去注册一个账户，当然不注册的话也是可以去充值使用的，我这边习惯了先注册一下，输入自己的邮箱，输入验证码，然后设置一下密码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同意一下协议，点击提交，然后就注册成功，跳转到首页。我们去选择 SIM 卡充值，然后这边需要去输入卡背面的8位卡号，然后去选择一下使用的区域，这边选择中国大陆，点击选择套餐充值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充值方式下面是没有选项的。问题就是我们选择使用区域的时候，我们要去选择第一个选项中国，如果选中国大陆是不行的，我们去改成中国，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它充值的话是有2种选项。第一种是按天数充值，上面是短信套餐，比如说365天可以接收200条短信，下面的话是流量套餐，比如说30天无限流量是 69.99 欧元。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套餐是不限流量的，一天是300兆不限速流量，超过300兆的话它就会限速，有效期是30天。后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流量套餐，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365天 100G 流量，这边的话是不限速的，也就是说它一直会使用你的最高网速。我这边先充值 1G 流量30天来和大家做一个演示。选好套餐，点击同意退款的规则，它的退款规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，比如说购买了套餐但是没有激活的话，也没有使用的话，是可以申请退款的。下面的话我们点击确认，然后选择下支付方式，它是可以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，点击一下确认支付，微信付完款之后就跳转回来，通知这里可以看到订单状态已经是支付了的。我们在首页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是未绑定默认的 SIM 卡，然后我们先到我的这个 SIM 卡列表里面去输一下自己刚刚充值的那张卡的卡号，点一下提交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充值的这张卡，现在可用的套餐是 1GB 的流量，这样就充值成功了，可以正式使用了。我们也可以在用量查询这里点进去，然后再去点击一下右上角的提交，就可以查询套餐余量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卡插在手机上了，大概2分钟左右就会有信号，显示的信号是中国联通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网络设置，如果没有设置是不能上网的。我们打开设置，选择蜂窝网络，就可以看到网络是中国联通。因为我们是要流量卡要上网的，所以说数据漫游这个一定要打开。然后我们选择蜂窝数据网络，
它默认的 APN 是这两个，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修改。如果说我们要用美国的 IP 的话，我们就输入 TN1， 下面的话也是 TN1。英国和新加坡分别需要输入这两个对应的 APN。输入完成之后返回，然后我们开关一下飞行模式或者重启手机，稍等一下，让手机重新连接一下网。现在已经有信号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信号是满格的。我们现在把 WiFi 给关掉，把我的代理软件也关掉。我们打开 YouTube 去看一下，现在我是完全没有开代理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看到视频已经刷出来了，我们点击一个视频，可以看到点进去基本上就是秒放的一个状态。现在画质默认是 720p， 我们去切换一下，切换成 4K 的画质去看一下。我们拖一下进度条，可以看到它的加载速度大概加载了5秒钟，然后 4K 的视频也就可以顺利的播放出来。这个速度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们用 Speed Test 去测一下速度吧。我们现在是 5G 的信号，它官方的说法是在中国大陆只能使用 4G 的，但是我这边 5G 也可以连上。然后我们去测一下速度，延迟是530，这个延迟的话其实并不是很理想。然后看一下它的速度可以跑到13兆，然后我们把它切换成 4G 再来测一下速度，延迟还是一样500多，速度和刚刚差不多，到最后能跑到13兆左右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上传的速度，大概和下载的速度是差不多的。国外的运营商基本上下载和上传都是对等的速度。因为我现在是在室内，信号只有2格，速度不是很理想。我们去室外测试一下。现在我来到了室外，信号是满格的。我再测试一下速度，可以跑到38兆。也有其他小伙伴反馈，室外可以跑到100兆左右的速度。这个速度无论是刷网页、看视频还是抖音直播，都是完全没有压力的。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中遇到了一些问题。比如使用苹果手机的时候，切换了不同国家的 APN 之后，网上查 IP 没有变换到对应的国家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打开设置，点击头像，点击 iCloud， 把专用代理给关掉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显示正确的国家 IP 了。另外，流量卡是支持双卡双待的手机的。如果插上不能上网，可以尝试切换卡槽。这张流量卡是可以开热点给其他手机或者电脑的，可以实现其他设备的免翻墙上网。如果有小伙伴需要接收短信，那么就需要保持套餐一直有效。如果停机后再充值，那么就会生成新的号码，旧号码就无法使用了，这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。最后和大家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有原生 IP 的上网需求，比如运营 Facebook、TikTok 直播，那么这张流量卡就是最有性价比的卡了。流量便宜，原生 IP， 没有月租，随用随充，不会过期，都是打着登录也很难找到的优点。但是如果你想把这张流量卡作为一个境外手机卡使用，那么就不如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配购卡了。因为这张卡主打的是流量功能，它不能打电话，也不能发短信，只能接收短信，而且必须一直购买套餐才可以维持号码，一旦停机，号码就会消失，所以并不适合作为一张传统的手机卡来使用。当然瑕不掩瑜，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。我的建议是一张传统的手机卡，一张专属的流量卡，就可以满足大部分小伙伴的境外手机卡的需求了。以上就是大使流量卡的简单介绍，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会一一回复大家。如果想要购买这张卡，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。最后也别忘记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